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那么美股继续了一个下跌，这个下跌信号呢，我们在32500点这个位置上就提示过啊，因为我们知道非常重要的关键性点位正是在32500点，这里也是1440均线和169日均线所在的一个支撑位。那么美股下跌它是有原因的，就是硅谷银行遭到了420亿美金的挤兑。那么直接导致了硅谷银行出现了一个暴跌60%的情况，直接带崩了美股，带崩了比特币，带崩了整个金融市场。那么在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看到美股既然已经跌破了32500点，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跌破了1440均线、169均线。那么对于美股来说，它的下跌趋势已经开始啊！大家在这个位置上不要过多的担心，下跌趋势开始之后，它一定会有结束的时间点。在结束之后呢，行情又会重新开始反弹。那么在日线级别上，当前行情出现日线级别下跌之后，就在小日线和4小时级别上带来了反弹的机会。那么反弹结束之后呢，我认为美股它的一个下跌时间级别将会到达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周线级别下跌过程当中，我认为31500点这个位置上是存在周线级别169均线一个支撑位的。同时呢，如果形成周线级别下跌，会非常接近于前低的这个位置上开始一个反弹。那么下跌过程当中，目前是带崩了比特币的价格，同时我们看到很多山寨币的跌幅是非常巨大的，相当于比特币下跌速度的3到5倍这样的一个下跌速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应对怎样布局自己的仓位把自己的仓位在什么位置抄底或者是在什么位置继续向空头方向去做呢？今天我将回答这个一系列的问题。回到比特币的这个结构比特币的结构非常简单。首先呢，我们看到2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在这个位置做出了一个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悟空阳线、八阶阳线、上层阳线和唐僧阳线，分别突破了1440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美金这里是6到12月份波谷连线连接的一个压力位。突破之后呢，形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那么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油的起始位置在1月20这一天同步了美股。悟空阳线走来之后，上方是八阶阳线组。那么在下跌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上方遇阻了25000美金，25000美金形成了一个4小时级别线的一个平头疙瘩行情，然后行情急转直下，迅速下跌，同步了美股。那么在下跌的过程当中，我们以22000美金到21000美金作为一个止损因为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将面临一个1月20日比特币日线级别悟空阳线的一个开盘价刚好是在21000点，所以呢21000点附近到22000美金附近是一个多头趋势的一个止损位置。那么跌破之后，我们看到行情在日线级别上目前插针打到了19700美金，这个位置呢是日线级别1440均线和169均线粘合形成了一个支撑位，所以呢当前行情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了一定幅度的反弹。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反弹的时间点大概是在今天早上9点就已经结束了。结束之后呢，在周末的行情当中，我认为美股利空的消息面还没有结束的情况下，它还会在这个位置上不断的做一个诱空动作然后反复震荡，反复进行一个试探的结构这个试探结构呢，包括了不断的诱空然后反弹上来，给多空都有一定的机会。那么往往这种行情，特别是暴跌行情当中，都会有一个退2进1的一个结构，所以呢，对于多头来说，对于空头来说都是非常难做的。但这里面你应该抱有一个最好的一个信心，就是无论你是多头还是多头都只做一个方向，只有你做对了一个方向，才能够在这个不断震荡的过程当中获利。那么你如果是2个方向都做，那最终呢大概率都会因为这些诱骗性的 K 线造成不断的损失。那么既然美股的下跌趋势已经形成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我更多的建议是顺势而为。因为我们知道有句老话叫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我并不认为，我认为成功才是成功之母。所以呢，既然空头趋势已经来了，所以呢，在这个位置上如果出现一定的反弹，特别是如果能够出现小日线级别反弹，是应该以逢高也就是波动当中反弹高位做空为主的。那么在行情当中，我们判断日线级别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那么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呢，可能会出现小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反弹，这样的反弹过程当中反弹结束之后呢，可以做在21000点美金附近做一个布局空单的行为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现在是已经做了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吸油，日线级别下跌吸油之后，如果时间级别放大的话，可能会同步美股出现一个周线级别的下跌。那么在周线级别下跌上本周行情走出了一个标准性的阴线，悟空阴线。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跌破19000美金之后，就有可能出现八阶阴线、上层阴线、唐僧阴线，最终呢不断接近前低。那么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你要判断合理的进场的位置，那么目前的趋势啊，然后呢，在行情的波动过程当中，我们看一下啊，当前的结构最重要的一个位置就是在19500美金啊，这个位置如果再次跌破的话，是一个进场空单的位置啊，就是目前行情你有2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呢是逢高做空啊，也就是说如果能够形成小日线级别到4日级别的反弹啊，在这个时间级别反弹完成之后啊，布局空单大概位置是在21000点。那么第二种方式呢是追击空头，追击空头一定要找到一个合理的位置，因为追击空头往往是非常危险的，在这个位置上容易出现反弹。那么追击空头的好的点位呢，我认为是在19500美金，因为19500美金这个支撑如果跌破的话，就会出现类似美股的行为。我们看到美股的日线级别下跌过程，我们之前提到的是32500点这个点位跌破的话，容易出现急转直下。那么比特币的行情如果跌破重要点位是在19500，这个点位如果跌破的话，行情也会容易出现急速下跌。那么顺应行情，顺应趋势，我们刚才提到了失败是成功之母，但在行情当中，我认为成功是成功之母，所以呢，顺着行情去做啊，多头是多头他妈生的，空头是空头他妈生的啊，这一点呢，在我这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啊，有一个章节专门提到了这一点，就是如果行情出现空头机会的话，你要顺势而为做空头仓位；如果行情有这个多头趋势的话，你要顺势而为做多头仓位。那么如果行情在震荡过程当中，最好的方法是耐心等待突破或者跌破之后再选择方向。那么目前行情明显是一个空头趋势，所以呢顺应趋势去做啊。那么现货行情怎么做呢？现货行情呢，我认为啊，这一轮行情走得非常复杂，但是呢行情最终呢会有一个低点的出现。那么现在这个19900美金的比特币呢，价格也不贵了，是可以布局一定的现货仓位的，但是呢，你不要一个点位去梭哈。很多人认为做反弹行情就是在一个点位梭哈，耐心等待它涨上来，不断涨上去，最终到牛市你才抛售啊，这点是不对的。现货行情抄底，你要一个仓位一个仓位去做，并且呢，必须保证一个仓位控制，因为低点之后呢，往往还有更多的低点，更多的机会，因此呢，这个位置你要有更多的耐心，慢慢去布局。那么就像一个潜艇去攻击一个航空母舰，那你是1颗鱼雷命中率高呢，还是3颗鱼雷命中率高呢？我认为肯定是3颗鱼雷会大大提升你的命中率啊。那么在布局仓位的时候，我也建议大家分仓进场，分布式布局，特别是很多稳重的现货投资者，虽然之前的行情当中他可能获利部分抛售了啊，但是在现在这个位置上，在更低的位置上啊去拾回筹码，但是拾回筹码是可以的，不要着急，缓慢进场，慢慢的把这个仓位的价格摊平下来，把这个心态沉下去，最终呢会获得那么第4轮减产牛市当中的大幅获利啊，趋势上的获利。那么就在刚刚啊，我们看到以太坊是非常强势的，几乎抵抗住了现在时间是15点45啊，几乎抵抗住了这轮行情当中最大的波动。我们看到非常多的币种，像 Magic、File 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杀，甚至不断的下杀。但是呢，我们看以太坊目前还是相对来说非常坚挺的，原因就是在这里啊，以太坊和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它走势已经走强。为什么走强呢？之前我们提到的这个观点，就是在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交点之后的延长线，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支撑。那么目前随着比特币的快速下跌，以太坊它的强势正在出现，所以呢，目前来看，以太坊的跌速是远远落后于比特币的啊。以太坊相对于比特币是一个强势的状态。然后我们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一个价格上来。那么目前来看，以太坊已经完全跌破了一个箱体结构啊，这个箱体的底边线是在1500美金，跌破之后呢，目前以太坊的一个支撑位是在1400美金144均线和169均线这样的位置。如果1400美金最终发生跌破的话，那最后的一个支撑位是在1250美金。那么目前我们看到以太坊出现了一定反弹，但刚刚就在刚刚以太坊的反弹跟随了比特币出现了一个下跌。那么在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如果跌破它的一个日线级别上最终的一个支撑位那么要顺势做空最终的这个支撑位呢，我认为刚好是在1398、1400美金这个区域上
那么这一轮行情怎么看呢？我认为它同步了比特币出现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然后这里面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吸收跌破之后呢，我们看到顺势而为我们可以布局一定的空单目前我们看日线级别下跌吸收完成之后，周线级别上通过合并 K 线可以看到周线级别悟空阴线已经出现。如果周末的行情走的不好，回不到这个箱体结构上来的话，那么周线级别悟空阳线悟空阴线正式成立，那么顺势多空目标位可以在$1270但是以太坊和比特币的交易对是一个强势，所以呢现货可以在不断的下跌过程当中补充以太坊的现货。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币种出现了大于比特币的一个快速下杀，跌幅几乎是比特币的3到5倍，包括了 FIL， 包括了 LTC， 包括了之前强势币种 CFX 和 Magic。那么这些币种怎么办呢？我认为这些币种是受到市场关注度非常高的币种，在下跌过程之中虽然很多人有一仓位很痛苦，但是呢，我认为它的一个下跌在最终到达底部位置之后，一定会重新涨上来。比如说这个代币在之前的上一轮行情当中也出现了一个非常低的低点，但是牛市来了之后直接拉升了100倍涨幅。那么这轮行情我们看到富有代币在238点位一路下跌，跌到2块3毛2，最终呢这轮行情又涨到了9块多美金。那么回头回首又来了一个下跌，跌破了5美金。那在5美金这个位置上是有一定支撑，如果不能够反弹的话，4.8美金跌破之后还容易出现继续的下跌。但是呢，它反复震荡下跌或者上冲过程当中仅仅是熊末牛出了一个小的插曲。那最近很多人非常多的人都担心这个硅谷银行暴雷之后受到挤兑之后所有币种都会出现一个慢慢熊图，甚至是涨回来。我认为是大可不必的，因为这种暴雷之后急速下跌行情之后的行情可能会有更多的是一个报复性的反弹。如果没有报复性的反弹，在底部位置反复震荡之后，也会有一个重新启动的动作所以呢，即使是被套了有的人可能会这个仓位甚至是随着它的下跌受到了腰斩，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后面行情只要你在底部位置重新把这个筹码搞多一些，后面的行情当中一定会给你带来很丰厚的收入那么对于非有代币说到这里，我们还可以看一下 CFX 那么 CFX 这轮行情出现了一个急速下跌，我们看到了目前已经正在搞的是一个周线级别下跌，因为它的一个日线级别下跌已经结束了，结束之后呢，重新又开始了一个新的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来之后，它就可能出现一个合并 K 线的周线级别下跌但是呢，我认为 CFX 是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所以呢，在下跌之后可以做一个积极布局，因为当前的价格相对于它最高点的一个位置也是非常廉价的，它的最高点呢是在1.7美金，当前价格跌幅已经超过了90%，那呢，它的一个最低点的价格呢是达到了99%以上所以呢，目前来说，对于这种强势币种当中的快速回调我认为你是可以逐渐买入的毕竟呢，目前它出现了一个底部的一个量价齐升，量价齐升之后由于均线系统偏利于K 线系统偏利于均线系统，所以呢出现了一个快速回调。目前它的回调幅度是跌破了4小时级别144均线、169均线，那么正在找的是日线级别的144和169那么在0.1美金附近是可以不断进场建仓然后它是一个热点的公链币种，未来呢一定会有一个暴力上涨，所以呢价格的下跌你的仓位可能会受到损失，但只要你在底部平台底部的位置上不断的去买入，未来呢会获得非常多的利润对于急速下跌，大家不用太多的担心急速下跌过后必然会出现报复性的反弹。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个一键3连，让更多的朋友能够了解 K 线吸收战法，感谢大家，再见。